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南澳的神秘沙滩。我们今天的路程呢是反向的，我们是从里面开出来。那左边各位看到这个是瀑布，也是神秘沙滩唯一一个淡水的瀑布，所以很多人露营的时候会靠近这个瀑布。神秘沙滩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热门呢？因为这里面有这个好几个海石洞，而且在瀑布后面呢，那一个海石洞呢非常的大，里面呢可以同时容纳可能3-4辆的车停在里面都没有问题。关于那个最大海石洞的画面呢，我在另外一部影片呢有介绍。如果你有兴趣看看那个海石洞长什么样子的话呢，可以点那个影片里面的连结。那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呢，就是整个神秘沙滩最松软的地方。那开这边的时候呢，要小心注意因为很容易掉卡。那也不要靠近海边，因为这边涨潮的时候容易被海水淹没，所以那边的虽然是碎石路面呢，但是路面非常的松软，尤其是前面这个转角，涨潮的时候会被淹没，所以会过不去。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刚退潮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要来这个海石洞呢，神秘沙滩这里呢，你一定要事先查看这个涨潮的时间你要避开这个涨潮的时间。还有刚刚前面那一段路，为什么不建议你开过来的时候靠近海边呢？因为那边因为涨潮常常会覆盖掉，所以那边的沙呢相对来说比较软。如果你的车比较重的时候呢，如果开在靠近海边，很容易就陷下去。那我也在那边呢拯救过一部这个4轮驱动的车。那在其他路段像这边的话呢，当然就是尽量靠这个中间这个已经有车轮压过的地方走。那因为这一边呢腹地比较宽广，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如果你的车比较轻，例如说你是像 Jimny 小型的4轮驱动车，那你可以走在右边碎石的道路上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是不建议你走靠近海的碎石上面，因为万一你的车故障或者是掉卡的话呢，你如果接近涨潮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救援时间，所以能够尽量靠这个应该说尽量离海边远一点，就离它远一点。那有发生意外的话呢，也可以为自己争取这个救援的时间。那其实在这一段之后呢，通常都因为很多人来过了，所以呢这边其实沙面呢相对来说比较坚硬，所以到了这一段呢就没有什么危险性了，甚至于有很多轿车也会开进来。你可以看到这个相对来说这边的沙石比较坚硬，即使你不是4轮驱动车呢，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其实来说，这个路段最危险的地方呢，就是在靠近瀑布那一段因为那一边的沙呢比较松软，也比较深那你看左边这个画面呢，那边就有这个海石洞这边也有海石洞。整个沙滩呢大概有4-5个这个海石洞，有大有小。那
因为每个人的车子的性能不同，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到瀑布那一边哦，因为开到瀑布那一边呢，刚刚讲到沙子相对的松软，所以如果你的车子的性能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选择在前面一点的这个沙滩这边的路面比较坚硬的哦，这边也有好几个海石洞。那如果你真的想要靠近海石洞参观的话呢，请务必一定要先注意一下这个有没有落石那像左边你现在看到左边这边有个海石洞，这个其实它洞口就有一些掉落的碎石。那我是不建议说进去这里面这个洞因为你只要看到有碎石的话呢，基本上可能就不安全因为它可能随时会有石头掉落下来。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拍照呢，拍在海石洞的照片呢，请务必第一个要注意自身安全再来就是你要观察一下那个海石洞有没有落石那第三个你进去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有没有那个石头松动或掉落的一个迹象安全第一像左边这一块呢，其实在之前也是蛮多人来的，但是现在有石头掉落下来，这个海石洞就没有人进去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神秘沙滩，它的腹地很宽广，所以呢，这边其实在天气不错的时候，然后气温也没那么高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四轮驱动车的车友呢会来这里露营那这边的石头的这个形状跟颜色呢也非常奇特，那可能是因为数万年的冲击这个沙滩上的石头颜色非常多变化如果你有在这个沙滩上仔细观察的话，它也有青色、红色，然后很多各种颜色的石头。那在这边呢，其实已经快接近这个出口的部分。那这边呢，通常就蛮多车会开进来，那也会在右边这边也会常常会有这个喜欢钓鱼的朋友呢，在这里做放长线放长线就是说他会用这个空拍机把这个鱼饵呢，用空拍机带到这个比较远的海里面，差不多可能会有1-2公里以上这样子呢可以钓到比较大的一个鱼你如果有来这里看的话呢，常常会看到就是有在放长线钓鱼的一个朋友。那这边呢又有看到有2位用走路的这个是已经在回程了所以其实刚刚从那边开过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路段其实是蛮长的所以加上这个路不好走，所以走路非常非常的吃力，能够走进去再走出来那个腿力都是不得了的。那注意一下左边这个有个牌子这边其实是那个是脱救的一个救援的电话，所以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呢，在你进来的时候，我建议你把这个电话呢拍下来或者是抄起来那他应该我没有叫过啦，但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开四轮驱动车的车友会来做一些施救以防万一呢，我还是建议你把那个电话抄起来好，那这边就到尾段了，就是其实已经出来了我这边就已经到这个接近入口的部分那这边也是常常会有一些游客会开进来，那都会把车停在这前段的地方因为这边
的路面呢已经相当的坚硬了，没有什么危险性。像刚刚右边有一台红色的车子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来看，那你的车呢又不是4轮驱动车呢，那我会建议你就是停在这个前面的部分然后也是用走路的边走边看。那这边呢常常就是渔民在晒渔网的部分，所以千万不要去在这个区域逗留因为可能会弄坏人家的渔具啊。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观赏，谢谢你观看我这支神秘沙滩的影片。有什么建议呢？欢迎留言，谢谢。